岛内2024选举在即，为争取更多选票，台湾3大候选人不约而同地发出和平的呼声，但对于统一，要么讳莫如深，要么直接拒绝。因而两岸局势虽不再剑拔弩张，但却没有根本性好转。为推动两岸统一进程，大陆高层公开呼吁两岸加强交流，后置反独促统民意基础。然而，大陆高层发声不到24小时，民进党当局就针锋相对，发布所谓的防卫报告书，怂恿岛内民众抗统。据岛内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发布的防卫报告书一共包括5个部分，分别是区域形势、防卫政策、精神传承等。在介绍中美关系以及半岛局势的基础上，民进党当局着力渲染印太地区主要国家都在增加国防开支，声称大陆对台湾的胁迫日益增加。为维护区域与稳定，台湾地区不仅要增强外部合作，与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对内也要制定各种对策，包括强化全民动员机制，定期召开全民防卫动员跨部会协调会等，并要求岛内民众践行军民同心的精神，主动反思假讯息。除此以外，民进党当局还洋洋自得地指出，防卫报告书融入了漫画元素，重点介绍了海峡中线、防空识别区以及所谓的台湾主权。而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主权。民进党当局口中的海峡中线，本就是美国与岛内台独分子勾连强行划定的一条线，对大陆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更别提民进党当局以此为据划定的防空识别区了。显而易见，民进党当局发布防卫报告书，根本目的不是维护台湾的安全，而是继续散播台独思想，荼毒岛内民众，以怂恿民众支持台防务部门拒统。不过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了谋独，一味讨好美国等外部分裂势力，全然无视岛内民众基本利益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广泛不满。岛内最新民调显示，纵然赖清德仍然以36.5%的支持率稳居第一，但支持下架民进党的民众已经超过60%。其中有51.7%的民众立场十分坚定，表示非常支持除民进党以外的政党当选，足以说明切身利益受损的岛内民众已经回过未来，不会再任由民进党当局牵着鼻子走了。在两岸问题上，大陆高层已经明确表态，即各方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反对各种分裂行径，坚定反独促统的信心与决心。民进党当局选择在大陆高层发声后发布这份充斥着台独思想的防卫报告书，无非是为了继续在思想上继续控制岛内民众。但报告中提出了强化教招训练、提升后备战力，以及为了降低民众对调整义务役役期的抗拒，宣布调整薪资结构等措施，更进一步暴露了民进党当局贻误拒统的险恶用心。早在蔡英文刚发布调整义务役役期时，岛内民众就表达了强烈不满。民进党当局发布的这份报告书可能并不会如台独分子所愿，让两岸继续对立，反而会进一步激发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不满。因为民进党当局无视岛内缺水、缺电等民生问题，仍将目光停留在干扰两岸关系上，说明民进党已无药可救了。